在美国众议院的加密货币听证会上，美国的官员们提出了如何确保 Web 3.0革命发生在美国的议题。不仅美国希望靠 Web 3.0抓住下一代互联网基础设施与技术革命的桅杆，新加坡、英国、澳大利亚、迪拜、新西兰也陆续入场。全球 Web 3.0桥头堡抢夺战已拉开帷幕，而 Web 3.0市场化目前直接体现就是加密资产。去年年底， Twitter 创始人杰克多西突然发推表示 ，VC 正在利用 Web 3.0割韭菜。紧接着，马斯克发文问：有人看见过 Web 3.0吗？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而言，是该相信大佬的话，还是惊人的市场收益呢？其实都不是正确的选择。要想在 Web 3.0赚钱，那你首先要了解 Web 3.0是什么，交易哪些东西，市场模型是否合理，这决定了你是在投资还是投机。那么 Web 3是什么？ Web 3.0这个词是以太坊联合创始人在2014年创造的，最初它叫 Web 3.0。Web 3.0指的是在区块链上运行的去中心应用程序，所有用户都可以参与构建、使用这些 App， 个人数据却不需要被出卖，只加密后不会被买卖。怎样参与 Web 3.0？ 投资人可以参与加密货币，但加密资产市场刚经历了糟糕的一年。今年5月18日，比特币交易价格约为29000美元，仅为11月份历史最高水平的40%。另一种加密货币以太币的价格也同样一落千丈，或是可透过购买 NFT 和同质化代币来参与 Web 3.0的商业化。投资者可以通过 OpenSea、Rarible、Atomic Market 等 NFT 二级交易市场，从其他 NFT 持有者手中购买 NFT。购买 NFT 就需要去市场上去买别人铸造 mint 好的或是转让的 NFT， 再选好喜欢的 NFT， 准备好一定数量的 token 代币之后，只需要1-2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获得它。此外，既然是在平台上交易，那就要消耗一定的运算资源，你就需要付出一定的 gas 手续费。如何判断 Web 3.0 是不是骗局？说到骗局，我们首先会想到庞氏骗局。庞氏骗局有2大特点：一是无法兑现的价值，二是吸引人不断入局接盘。具备这2大特点，就可以警惕怀疑了。至于海量资金交易和名人背书，历史多次证明，并不能证明不是骗局。最近的例子恐怕就是 P2P 了。有趣的是 ，P2P 当初宣传去中心化的普惠金融，看上去也非常美好，但现实却很糟糕。Web 3.0 本身说的是一种去中心化、平等、安全的愿景概念，而 Pi Network 的最终目的是打造实用性，实现全球循环流通。Pi Network 项目筹划3周年，尼古拉斯博士发布公告的结论提到，我们正在创造一些独特而改变世界的东西，我们很高兴成为旅程的一部分。事实上，我们看过白皮书后就会知道 Pi Network 项目一旦成功，必定会改变世界的，只是因为一切都是首创，很多人不相信它会成而已。既然项目方敢启动、敢往里砸钱投资，就说明前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各项准备，必然是有一定的把握的。在项目进程当中的一些其他人为不可控的因素，需要靠社会力量共同来完成。曾经的去中心化项目，最后都又回到了中心化交易所，这本来就是矛盾的。但 Pi Network 成了之后，可不是未来再回到中心化交易所。那么要想改变回到中心化交易所的命运，就必须要打造 Pi 币的实用属性，不然套现这一步还是要依赖中心化交易所。而有了实用性的存储价值，就具备了增值、保值功能，还需要套现兑换吗？目前大家套现的思维只是短暂的，因为还没有看到它的实用性。我们手中的 Pi 币一旦被市场认可，可以在全球易货当中进行交易流通，那就是真真实实的货币了，套现就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了。这就好比在你读书的时候，在学校你拿钱去食堂换饭票，饭票只能在学校里流通，离开了学校就只能是废纸一张，对不对？现在能用派交易吗？目前还没有成为货币之前肯定是不可以，成功后就不是不可以了。医疗、教育，未来任何行业都可以。当马云看见 Web 2.0 新趋势出来时，开始大家不相信也看不懂，现在大家都懂了，就是钱。Pi Network 成功后，一旦被市场认可，就没有局限性了，随处都可以使用交易，发工资都可以，只是还需要时间。要达到这种广泛的全球流通，交易没有局限，需要时间去打开市场，而打开市场就需要落地应用和用户群体，不断加入形成市场。根据项目目前的发展进程
博士在昨天的公告中提到，当前活跃节点要达到一定数量，就可以测试生态了。然后有了稳定的节点，可以保证数据传输有容器存储，这样才能把服务器迁移到节点运行，然后脱离中央服务器。只有节点足够多，容器越来越多，才能保证未来中央服务器关闭后，有能力为 Pi Network 提供足够的容器和稳定的网络服务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没有选取足够的节点测试，现在开始疑惑，项目方根本不知道节点有没有能力承载整个 Pi Network 运行。一旦服务器迁移，如果节点不稳定，容器不够多，承载不了主网后的所有数据传输，Pi Network 就会瘫痪。这个时候，项目方也无能为力，因为区块链是不可逆的。一旦服务器迁移到节点，就不能再回到中央服务器网络了。未来整个 Pi Network 的运行和网络服务都是由社区矿工节点提供容器，一切都有个流程。大家耐心点，一起为 Pi Network 的发展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。无论是做生态的零售，还是技术团队研发的应用程序，还是做节点的，或者推广会员的，所有都在贡献自己的力量，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。自己持有的东西，只有一起努力才能看到成功。抱怨是没有任何作用的。加入Pi免费手机挖矿，创造投资财富。